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我借朋友家的这一个大枣树，来和大家演示一下枣树黄割的技术。枣树黄割是一个保花保果很有效的技术。假如你的枣树只开花不结果，或者是结果量不大，那在它适当的时候给它黄割，就是一个提高果子产量的很行之有效的办法。我们在实际操作之前，我先分享一下我和这棵枣树的渊源吧。这棵枣树大概有20多年了，是一棵老枣树。那大概10多年前，我朋友跟我说，他的这棵枣树开花不少，但是呢每年呢不结几个果子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给你做个黄割吧。那当时他问我什么是黄割，我说就是在树皮上面给它割一圈。他一听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中文有句俗语叫做人活脸皮，人活脸面，树活皮嘛，是吧？那你要把树皮跟它割一层之后，他说那我树不死掉了吗？所以他相当的怀疑，就不愿意我给他做。我说我给你做一枣枝子吧，做一个枝子吧，或者是你不信你试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当时这是我给他做的。我们看这个是做过黄割的，这个有这个黄割的这个痕迹，看到没有？这待会我还会继续来讲。那当年的黄割就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。刚开始他是有点怀疑，那后来等到结果子的时候，他以后逢人便讲，他说我这个枣树就是 T 先生给我割了一刀，产量明显提高。那没有割的地方呢，就基本上没有结。那割的那个枝子，可以说是挂满了枝头，所以他从此以后就非常相信黄割这个技术。那又好多年，大概又过了几年之后，我说我给你嫁接一下吧，因为它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，因为要不黄割它基本上就只开花不结果，而且它这个地方也比较阴，你看这上面就是被其他的树给阴着的，所以呢它的环境也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我说给它嫁接一下，就加了我的那个泥枣。那自从嫁接之后呢，它现在这个枣树的大部分枝子就是被我嫁接过的，就是换了，相当于是高位换接，当时是很大的枝子。应该我假如记得的话，就是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像这个当时那个枝子没有那么粗，当时的枝子大概有这么粗。我给它换掉了。这又过了7、8年了，我给它嫁接之后，所以这个是当时嫁接的地方。那现在这一枣枝子已经长了发育成很大了，所以每年给它挂不少的果。刚才我朋友告诉我，他都还有那个呢，他去年收了有几个纸箱子的枣子嘞。那它这个树上还保留着一个枝子，就是老的品种。那我们来看，就是这个，在这边有个枝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单独的有这么一枣枝子，还在这个树上。我是建议当时我说，嫁接枝一旦成活，你就可以把其他的枝子全部砍掉。那他是有点舍不得了，所以那就留了这么一枣枝子。那这一枣枝子呢，他据我朋友讲，他现在每年也还是跟以前一样挂几个果，但是挂的果子都不多，不如跟那个泥枣不能比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是来把这个枝子跟他又搞个黄割，也是相当于教他一下吧，让他自己学会做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知道这要先学一点植物学知识哈。这个树杆的结构它是这样子的，外面一层是韧皮部，那树杆里面呢是木质部。我们常常说那个树的年轮，那年轮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有一层叫形成层。那形成层它是很活跃的，每年都会分裂，一年分裂一圈，一年分裂长一圈，然后就形成了年轮了。那个年轮就是分裂形成一圈之后就进入木质部，
那在木质部上面就形成这个树的年轮，那一轮就代表树的一年嘛，它的年纪就增长一年。那黄鸽就是在这个树的表面这么给它，我们先来简单的先做一下啊，就是黄鸽的工具当然很简单，你就是用一把比较锋利的刀子，把它表面的这个韧皮部给它切掉。我们大概切这么宽，这个宽窄是自己可以调整的，你可以切宽一点，也可以切窄一点。那切宽了之后呢，它这个果树比较难的恢复。我们先把这里切一点点试试看，然后给大家切开了之后，我们再解释一下黄鸽为什么能够促进果树的结果子。看我这个就是你切了之后，这外面那层韧皮部它比较软，你切到里面遇到这个比较硬的，那就是进入它的木质部了，那就不用再切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大家们靠近来看看啊，你看这是外面的韧皮部，这里面的这里面是很硬的部分是木质部，所以只要你切到底了，你就可以很轻轻的把它一敲。这个地方还没有把它切断，大家看到吗？这就是黄鸽的基本操作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在切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尽量要把它切得整齐一点，切了不要留些像这种小毛毛的。这要不都把它切掉，不要留在这树上。我待会来解释是为什么哈。我们先来说说黄鸽为什么能够促进果子挂果。我们知道刚才解释了这个树的结构，外面是韧皮部，里面是木质部，它分别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木质部是负责把根系吸收的水分还有矿物质元素输送到叶片上面去。那韧皮部呢？它的功能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叶片是搞光合作用的，是吧？那光合作用它制造糖分，制造这个碳水化合物，当然进一步转化合成蛋白质，各种各样的植物的建筑材料。那根系也需要生长，对不对？所以根系它需要光合作用的产物，通过什么？通过这个韧皮部从叶面运到根系，这样根系才能生长嘛。那当我们把这个树皮给它割了这么一圈之后，你想想我现在只是割了这么一点点，待会我会把整个这一圈全部给割下来。那当你全部割了这么一圈之后，那从叶片到根系的这个运输就被阻隔了，就阻断了，所以那就更多的营养就用在叶片上面，这个花果它就促使花果有更多的营养。那当然就有利于做花做果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原理。为什么黄鸽能够保花保果的？那下面我们就来操作一下。我先把暂停。那这就割完了，割了这一圈，割的宽度呢大概有1厘米多一点。我这里就是一个指头。一个指头这么宽一点，一个小指头这么宽吧。那割多宽，这取决于你的树。假如你的树很大，你还可以割得更宽一点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你割得越宽呢，它这个树恢复越难。那这就说到这个黄鸽它还是有弊病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讲了，黄鸽它是阻断了营养从叶片向根系的运输。那你造成这一道人为的阻隔之后，你这个果树的根系发育就受影响了，是吧？所以你最好要给它适当的时间，让它这个能够尽快的恢复。那它的恢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才说这个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不是有一层形成层吗？这个形成层它会沿上面往下长，下面的形成层呢会沿下面往上面长，这2层长在一起了，它又形成一个新的树皮了。那我们看这里，这就是多少年之前我给它黄鸽的。你看当时是这里一刀，这里一刀，那其实是没有这么宽了。
但是这么多年之后，这个树长大了嘛，是吧？那现在好像形成很宽的这么一个痕迹，实际上就是割了一刀，当时也就是割了大概一大拇指宽吧，所以它后来会长成的，会有长还原的，就形成，但是你能看得到这个痕迹。那也是因着这个原因，所以黄割我刚才说要割干净。那像这里我故意留了一点不是很那么干净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有点的这个韧皮肤啊，还没有那么干净，这就是有些毛毛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聚焦不准啊，对，这有点韧皮肤没有割干净，那没有割干净，就这个营养就没有达到什么充分的阻隔，而且呢，这个就让它很快就这个地方又长回去了，所以呢，要割的上下比较整齐，当中的硬皮部要把它清理干净。那今天割了之后，明天再割，在什么位置割呢？理论上是，假如你需要每年都割的话，理论上是在这个黄割口的上方，大概是这么等距离的上方，就在这里割，再割一刀。那再一年呢，就在这上面又割，就逐年抬高位置。那一直抬高了，没有位置再抬高了，什么时候呢？然后又回头来从基部开始。那像这个以前曾经黄割的位置，现在又可以黄割了。所以这是你想每年黄割的话，那它的位置。那在一年当中，你想黄割，在什么时候黄割呢？最理想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枣树开花是盛花期的时候。所谓的盛花期，它这是差不多是盛花期了。就这个盛花期的意思，我们这个枣树的开花呀，看这是一个枣调是吧？它是从基部开始开花，然后慢慢到尖部。那尖部的这朵花我们看还没有开出来，这尖部的花还没有盛开。当这个一半的花都已经开了，那这就是盛花。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出果期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幼果有开的小的果子，在这个早先开的花开始结果了，那在这个期间，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，你都是可以黄割的。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就没有效果了，因为你就是要在盛花期，阻断它这个韧皮部的营养运输，使这个盛开的花朵能够迫使它形成小枣子。那这个办法是不是万能的呢？答案不是，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枣树的结果的状况，它不是万能的。比方说你的枣树完全是在一个树荫底下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它的果实的分化产生果实，它是需要有阳光刺激的。那假如完全是在树荫底下，你黄割我估计也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。那第二呢，黄割我个人是建议不要每年做，depends， 看看你的树的承受能力，而且也跟那个枣树的品种有关系。比方说像我的陕西梨，基本上不用每年都跟它割加上我自己现在的那棵陕西梨还很小，所以我也不会割。所以不要在小树上面割，而且呢，有些枣树你不割它自然产果就很好，那你也不用割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割就不割。那需要割的时候，那这个办法还是能够有效的促进这个保花保果的这个效果的。那这个黄割的这个伤口要不要用什么东西处理呢？你要是去查的话，会有很多介绍，有消毒防菌我个人的经验是啥都不用处理。这个枣树它还是蛮 tough 的，不要做任何处理。它差不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吧，2、3个月时间，它慢慢就长拢长回去了。那还有一个 alternative 办法，就是你可以调节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说是不是每年割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有就是你每年不一定割这么宽，你割窄一点点，你割这么大概1毫米、2毫米，也能起到一个阻隔作用。那是轻微的刺激这个促进保花保果。那像我割这么宽呢，那是比较有点中到重的这么一种刺激作用了。那还有一个办法叫做你都不割，你是什么？
这是叫做切刻法，你就是用刀啊，把它均匀的沿着这个韧皮部给它切上一刀，也就是说，你树皮不剥掉，你只是沿着树皮啊这么切一圈，就是把硬皮部稍微的破坏一下，也有轻度的作用的。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做各种黄葛程度的试验。你可以在这个就这么切一下，或者是少割一点，或者割宽一点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再回到说人活脸面树活皮，这个话是对的，是真的。那你假如把这个树皮全部给它搞了，或者是大面积的损伤，那这个树就死掉了。那原理是什么？我想大家也知道。再重复一遍，原理就是这个叶片的营养完全不能输送到根部，它在一段时间都恢复不了，那这个树就死掉了。所以，割还是要有讲究的，不要太aggressive 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。假如大家对枣树黄葛有什么其他的，有你的自己的独到的分享，或有什么问题，请在留言区留言。这种黄葛技术呢，也适用于其他果树。可以说这是所有的植物吧，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木质部是负责运输水分和矿物质，韧皮部是负责运输叶片光合作用产物到根部去的，所以黄葛就是起这个作用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